看到了吗？就连金甲妖皇在他刚刚那一剑下，都被逼得暴退出足足数百丈之远。好恐怖的一剑！那一剑单纯威能上，已然过我灭妖联盟绝大多数的店主，而剑无双却只是很随意施展的一剑。金甲妖皇，你刚刚说要让我3剑，你确定吗？剑君主，本皇承认，刚刚的确是本皇小瞧你了。你虽然只是萧云境，但战力却比你们人类阵营的那些店主还要强上不少。既然如此，出于对你的尊敬，本皇也会全力以赴跟你交手。金甲妖皇要出手了，尽管出手吧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比速度。强，太强了！我好歹也是一位店主，可我感觉这一战，凭我的实力，竟然没有任何插手的余地。不愧是妖兽族群3大妖皇之一的金甲妖皇，他的实力太恐怖了。金甲妖皇也就罢了，可那剑君主是怎么回事？这剑君主，一个萧云境，居然可以跟金甲妖皇拼成这样。面对金甲妖皇都丝毫不落下风，这剑君主真是怪物啊！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的！他的确是突破了，从圣境突破达到了萧云境，可哪怕他直接一跃到9萧境，战力也不至于强成这样。金甲妖皇，身为妖兽族群3大妖皇之一的人，实力应当不止于此吧？能跟本皇正面厮杀这么久都不落下风，你很不错，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，本皇会施展杀招，你能否在这杀招当中活下来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金甲妖皇的杀招是那招7重魔杀。这金甲妖皇的7重魔杀威能非同一般，也不知道这小家伙能不能挡住。音波攻击，第2杀，第3杀，好快！第4杀，第5杀，第6杀，第7杀。7重魔杀，这便是金甲妖皇最强的7重魔杀。那剑君主还活着吗？金甲妖皇的最强杀招威能强横，在我们整个灭妖联盟里边，能够在金甲妖皇这杀招当中活下来的，就只有玄灵店主一人。而这剑无双，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萧云境，不可能还活着。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没有受伤，完好无损，竟然连气息都没有削弱丝毫。我的最强杀招，竟然都没能真正伤到他。哼，7重魔杀倒是不错。金甲妖皇，你的最强杀招已经施展了，那接下来你也接我1重杀招试试。修罗秘术，18地狱，陆心剑诀第7式星河。金甲妖皇，你败了。剑君主，这一战你赢了，本皇会立即离开，1000年内绝不踏足人类疆域半步。至于你手中那罗盘，只要那罗盘在你手中，我金甲妖皇便不会再升起丝毫争夺之心。金甲妖皇，你好歹也是我妖兽族群3大妖皇之一，竟然会败在一个人类的萧云境手中，还真够丢脸的啊！古龙一族，古龙一族，古龙一族，哈哈哈哈哈！金甲妖皇，难得看到你吃瘪。哼，少得意，
有本事你们自己去跟着剑君主交手。你们古龙一族，除非是那老家伙亲自出手，不然就凭你们几个，在这剑君主面前，怕是不够看的。你便是剑君主？是我。不知古龙一族到此所谓何事？莫非也是冲着那罗盘来的？罗盘？哈哈，我们对那所谓的罗盘不感兴趣。今日我等前来，是接到一位大人的命令，那位大人要我们将你带去见他，所以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与你家大人素不相识，没什么好见的。就算真要见，要他直接过来见我便是。我可没时间陪你们走上一趟。老三，多年不见，你这架子可是越来越大了。老二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老二，多年不见，你的实力似乎提升挺多的呀。你都可以击败妖皇了，我若还是在原地踏步，哪有资格做你的兄弟啊？先不说这个了，我师尊让我带你去见他，跟我走吧。你师尊？九尊啊？不是，是另一个师尊。到了那儿，你便知道了。那好，我跟你去。不过，在这之前，我有件事得了结一下。这个老家伙三番四次的欲要置我于死地。之前是实力不够，可现在麻烦大了。我将这剑无双得罪得太惨，他之前是实力不够，拿我没有任何办法。可现在他实力提升上来，金甲妖皇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怎么可能会放过我？剑无双，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说呢？玄灵店主，救命！快救命啊！剑无双，玄灵店主，当初我仅仅一个圣境，可这冰封店主的逼迫下，我只能跟金蛇神君进行生死战。后来，在血月平原，这冰封店主更是准备出手杀我。若非玄灵店主你及时赶到，恐怕我现在已经死了。这冰封店主三番四次欲要置我于死地，我岂能不杀他呢？希望玄灵店主成全。剑无双，你当你是谁？说到底，你不过是一个外来者而已，而我却是妖灵大陆人类族群的支柱之一，我为人类族群立下了赫赫功劳。而你呢？你为我灭妖联盟做过什么？闭嘴！冰封店主，你为灭妖联盟立下赫赫功劳，这没错。但剑无双同样也是我灭妖联盟的神君，且他的实力之强，完全可以胜任我灭妖联盟的店主。同是灭妖联盟麾下，本座谁也不会偏袒。你跟剑无双有私怨，且三番两次欲要置他于死地，这是事实。而他现在实力提升上来，欲要找你复仇，那也合情合理。总不能只许你杀他，不许他杀你吧？而既然你们两个有着莫大的无法化解的私人恩怨，按照联盟的规矩，你们两个便只能以生死战的方式去自行去解决。怎么这样？多谢冰封店主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逃！你逃得掉吗？这家伙，这剑君主之前跟我交战时，还保留着一丝实力。死吧！哎，老二，你怎么会来这妖灵大陆的？你那位师尊又是谁啊？别急，你先去见师尊，等见完师尊后，我把王元老大爷叫上，我们三个好好聚一聚。王元老大爷在？他的确在，不过他的日子过得可没有我们这么好。走吧。到了。地景前辈，老二的师尊竟是他。师尊，我已将老三带来了。你们两个先下去吧，我跟这小家伙好好谈谈。是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名萧环，不过大多数人喜欢叫我萧弟。萧弟前辈。小家伙别紧张，说起来，
我还得感谢你呀。感谢我？你替我女儿清除了部分逸散出来的冰心蛊毒，令我女儿的蛊毒之痛缓解了不少，我当然得感谢你。那只是举手之劳而已，何况他曾经帮助过我数次。你现在怕还不知道我今日将你找来的目的吧？是。别急，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就能明白了。这是？小家伙，这灰色石珠你应当不陌生吧？大天造化诀。萧帝前辈，你手中这颗灰色石珠，跟我体内的灰色石珠几乎一模一样，且两者还能产生共鸣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手中这灰色石珠，应当便是记录了大天造化诀后边的修炼功法吧？你猜的没错，我手中的这颗灰色石珠，的确是大天造化诀后边几大境界的修炼法门。哎，小家伙别着急，这石珠我会给你，但不是现在。敢问前辈，这大天造化诀可是前辈所创？这大天造化诀无比玄妙，我可没能耐将它创出来，将它创出来的是我的一位故友。故友？那是一位跟我关系非常亲近，称得上是生死之交的故友了。论实力，比我要略微强上一些。这大天造化诀便是他创出来的。可惜呀，他在创出大天造化诀之后，便陨落了。在陨落之前，他将大天造化诀分成上下两部，分别记录在2颗灰色石珠之内，其中一颗他抛入了空间乱流之中，这另外一颗便交给了我，并交代，若是今后有人能够将大天造化诀修炼到9霄境，那便是他的传人，让我找机会将这第2颗灰色石珠交给他。而他陨落之后，我便追随着第1颗灰色石珠的空间乱流，来到了这千古界，静静等候着。随手还在那南洋大陆上创建了一个东土大唐，等了足足数千年，终于你出现了，且还依靠大天造化诀强势崛起。从你突破圣境，也就是问鼎尊者时，我便现了你的存在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便开始关注你了，一直到现在。你这段时间的成长，你遭遇的一切，我都清清楚楚。原以为你达到9霄境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却没想到你在那地心宫下边得到了那红神留下的机缘，一举突破了。那红神虽然实力一般，但那不灭秘术倒还勉勉强强够你用的了。你既是我那位故友的传人，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你一些帮助。之前以为你还需要过段时间才能突破，因此我还特意为你稍微准备了一番。但现在你已经突破了，倒省了我不少的麻烦，我也没必要为你这么操心。等时候一到，你直接去参加那天穹盛会便是了。天穹盛会？前辈，什么是天穹盛会啊？天穹盛会是一场天才盛会。小家伙，你应当知道，我还有我的那位故友，都是来自千古界之外。知道。千古界只是一个大型位面世界罢了，千古界之上，便是万古界的存在。万古界？万古界浩瀚无垠，
论疆域之广大，根本就不是你所能想象的。纵然是我活了漫长岁月，也不曾将万古界完全走上一遍。万古界是这个天地真正的核心，像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千古界，不过是依附于万古界存在的，而万古界只有一个，但千古界却是数之不尽。数之不尽？怎么？你以为千古界就只有一个吗？万古界有着诸多疆域的存在，像你所在的千古界，便是在天穹域的掌控之下。天穹域在万古界内也算是一片极大的疆域了，麾下掌控的千古界少数也得有近万个，而这众多的千古界虽然依附在天穹域之下，可这些千古界却并没有直接通往万古界的途径通道。像你们这些千古界的武者，想要前往万古界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便是依靠千古令。千古令？那天穹域内同样有着无数宗门势力的存在，而每隔3000年便会举行一次天穹盛会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一场天才大会。这天才大会针对的是凌霄境这一层次，届时不仅会有天穹域内众多凌霄境的天才前来参加，且那些千古界内但凡拥有千古令的人，凭借千古令也可以进入天穹域参加这天才大会。不过千古令数量有限，一般情况之下，一个千古界就只有5枚千古令，那也就是说，一个千古界只有5人能有机会踏足天穹域，去参加那天穹盛会。而一旦在天穹盛会上能有所表现，就有机会进入天穹域的那些宗门当中。就算没有被任何一个宗门看中，他也可以选择就此留在天穹域内。是这样啊。萧帝前辈，你刚刚说要我去参加天穹盛会。对。可我现在没有千古令啊，且就算有千古令，我现在还只是一个9霄境，并不满足参加那天穹盛会的条件吧？千古令你现在的确没有，不过你的那位老祖宗早就给你准备了1枚。啊？难道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剑祖会被众多凌霄境层次的强者围杀了。至于你的境界嘛，你也不用着急，现在距离那天穹盛会真正开始还有3年的时间。这3年你可以先回南洋大陆，回神州一趟，将那些还未处理的事情全部处理好，之后你便安心跟在我身边，我自有办法令你在这3年的时间之内突破现在的境界，且还会想办法让你的实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去吧，去找地景，他会告诉你返回南洋大陆的通道，早点回去。若是回去晚了，你那剑侯府恐怕就要没了。什么？萧帝前辈，晚辈告辞。老三，我已经把王元老大叫来了，待会儿咱们3个好好喝一杯。不了，萧帝前辈刚才告诉我说剑侯府有危险，我必须立即赶回去，不然剑侯府就没了。这样，师尊神通广大，他既然说剑侯府有危险，那你是得立即赶回去。老二，你替我跟王元老大说一声吧。地景前辈，我要立即返回南洋大陆。可以，跟我来吧。这空间虫洞可以直接通往南洋大陆大唐王朝的疆域。多谢。南洋大陆。死！滚！
他是谁啊？好恐怖的实力！圣境强者在他面前就仿佛婴儿一般，仅仅一声暴喝就将2大圣境强者重创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巅峰强者呀！这速度太快了！他到底是谁？剑心湖，已经过去3天了，你可曾想清楚了？说吧，那祖地究竟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恶魔！这个魔鬼！混蛋！剑心湖，你剑侯府好歹也是剑祖一脉仅存的后裔，你身为剑侯府府主，难道不知道那祖地的所在？我的确不知道，就算知道，我也绝不会告诉你。是吗？你倒是真有骨气呀！废物，还剑祖后裔，就跟一只蝼蚁没什么区别。说，那祖地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尹长老，混蛋！我跟你拼了！不要！不！你过来。没听到吗？脱衣服。灵儿，脱衣服，不然下一次削掉的便是他的脑袋。我脱。剑无双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剑无双，都到了这般田地了，你们想着的还是那个在神州被众多至高强者逼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，只能逃离神州大陆的剑无双？可笑至极！一群蠢货！这邪恶王后的名气我也听过，就算在浩瀚神州，那也是站在最顶端的强者了。他既然来到这南洋大陆，而且盯上了剑侯府，那这剑侯府便没有任何存在的可能。至于你们口中所说的剑无双，我在神州并未听说过，想来名气并不大，实力也强不到哪儿去。就算他回来了，想要抗衡这邪恶王侯，也绝不可能。唉，如此说来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继续。这家伙总算来了吗？什么？你是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便是神州第一王后，邪恶王后吧？你是剑无双？你竟然还敢回来？不可能！血刀客大人，来救我！赶紧来救我呀！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邪恶王侯啊，神州72王侯当中最强的。就算是那些君主，或许能够胜他，可绝对做不到单凭气息就将这邪恶王侯压得趴下。别说是那些君主了，就算是传说中的3祖，他们也未必做得到吧。邪恶王侯，你现在很希望那血刀客出手来救你，可惜你没有那个机会了。血刀客看了这么久，
也该现身一见了。我到这南洋大陆来，只是纯粹为了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剑祖留下的洞府。现在看来，我这一趟还真来对了呀！啊，剑无双，那么多老家伙都在找寻你的踪迹，都在猜测你到底去了哪方位面世界，却没有想到你竟然又悄悄回来了。这才多久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你回来了，我就没必要这番大费周章的去搜寻那剑祖洞府的位置了。说吧，那剑祖留下的洞府在哪儿？告诉我，我可以答应饶你一条性命。血刀客，你的废话说完没有？小子，别以为你能够杀死那火幽就以为你很厉害。不错，你的杀意的确很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应当已经领悟了杀戮之道。可仅仅杀意强，也就能够对付一些霄云境罢了。对我而言，你这杀意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废话还真多。直接在这剑侯府内动手，你也不怕这剑侯府就此烟消云散？哼，你没那个机会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死！哼，血刀客，你仅仅只是第一个，用不了多久，会有人来陪你的。当初围杀剑祖，最后又将我逼迫的只能逃离神州的那些凌霄境，一个都逃不掉。还有那宿命，我会一个个的去找他们算账。这枚丹药有断臂重生的功效，去给那女孩服用吧。灵儿，快服了这枚丹药！诸位，我剑无双回来了。无双小友，当初你离开时，曾托付让我照料剑侯府一二，可这今日的事，抱歉。我丹门也是。2日前，我丹门便已得知剑侯府出现了变故，我第一时间便派遣了一位圣境长老过来，却没想到这次来犯之敌实在是太过强横了，仅仅一招便将我丹门那位圣境长老给灭杀了。诸位，这次的事儿我也能够理解。那火幽就算在神州上也算是顶尖强者了，你们挡不了也很正常。无上校友啊，那火幽这几日一直在逼迫剑侯府，要他们说出那祖地所在，且听他话的意思，似乎在神州大陆盯上这祖地的人还并不少啊。是不少，而且都是顶尖存在。不过不打紧，马上我便会赶往神州，将这些个人一一灭杀的。副主啊，我将血山冰魁留在剑侯府内，今后要是遇到强敌来犯，便用血山冰魁退敌。这无底深渊竟然是一重阵法，这阵法倒是颇为奇怪。若非我之前来到过这里几次，知道其中的秘密的话，恐怕就算是我也看不出来这无底深渊的虚实，只会把这无底深渊当作一般的险地，不会想到剑祖的洞府便在这无底深渊之内的。剑无双，这是……两位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剑无双，这才多久你便从神州回来了？两位，我今天来是来接受那第3重考验的。第3重考验难度极大，不过看你的样子，似乎很有自信啊。是有点。跟我来吧。这条通道内部便是祖地的真正核心，
也是最重要的地方。那里有着剑祖留下的东西。至于那第3重考验，不出意外，应当就是你眼前的禁制。不过我也无法确定，毕竟我跟木山都没法进入那禁制当中，也不清楚那禁制当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考验。这样啊，剑无双，这禁制威能非同小可，不仅防御力惊人，同时它自身携带着攻击能力，你可得小心。这么简单？这才过了几年啊，这剑无双实力竟然提升了这么快。这第3种考验倒是轻松啊。2位是在这等我呢，还是跟我一同进去呢？我2人就在这儿等你吧。这便是千古令吗？就这样一枚千古令，却令无数凌霄境强者们都争破了头啊！本座剑臣，本座生性孤傲，宁折不弯，机缘巧合之下得一枚千古令，不想却被叛徒泄密，引来众多凌霄境强者抢夺。想要我交出千古令，本座宁可身死，宁可将千古令彻底毁去，也绝不会将它交给那些人。剑祖的性子太执拗了，生性如此，无可奈何。剑祖，你尽管放心吧，但凡是当初围杀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接下来该去神州了。蓝月王后，哎，哼，这丫头几年不见，倒是成长了不少啊。不错嘛。师尊，成为王侯了，还记得我这个师尊呢？弟子拜见师尊。起来吧。当初你跟我分开时，不过刚突破圣境罢了，现在不过短短数年，竟然凭一己之力走到现在这一步，的确很难得啊。弟子能有今日的成就，全都是师尊给的。我只是替你清除了巫毒而已，至于你今后的成长，还是靠你自己，跟我可没关系。哎，我刚刚看你演练的剑术还不错啊。谢师尊夸奖。那剑术，小兰，夫君快过来。夫君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便是我常跟你提起的那位对我有莫大恩德的师尊。你师尊？你便是剑客？我听小兰说起过你。小兰年轻时遭到迫害，是你帮了她一把，对她的确算是有恩。今日既然见到了，这乾坤界内有不少珍宝，比得上一般顶尖领主的全部身家了，算是报答你当日对小兰之恩吧。夫君，师尊今日前来只是来看我，又不是来讨要珍宝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再说了，师尊当初救我、帮我，对我恩同再造，这恩德又岂是区区一些珍宝能够报答的？是吗？徒儿，这便是你的夫君啊？是，他叫古阳。哦，古阳王侯。古阳王侯，这乾坤界你收过去。怎么，嫌少？古阳，蓝月。小兰，我那位好友来了，随我一同去迎接吧。好。师尊，你先在这稍等我一会儿。去吧。小兰，赶紧的，别让我那位好友等久了。竟然是他，这下有意思了哈。哎呀，子仲兄，这次可多亏你了，我夫妻2人才能够有机会去参加那圣祖宴会。今日你既然到了我这儿，我夫妻2人定要好好招待你一番。古阳，你跟我多年交情，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？不过这次圣祖宴会，邀请的强者有很多，甚至还有一些来自神州之外的极强者。
咱们能够去参加这次宴会，去见识那些级强者，也算是运气了。那是，圣祖宴会，那应当是我们神州最盛大的一次宴会了。子仲兄，你怎么了？是你？哼，子仲安好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。剑无双，他突破了，逃！哼，来都来了，这么急着走干嘛？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师尊他……小兰的师尊，他……子仲，我问你一些话，你老老实实的回答。我若是心情好，或许会饶你一命。是，大人有话尽管问便是。你之前一直依附在苏命的麾下，可知那苏命现在在哪儿啊？苏命大人成为魔祖后不久，便离开了神州，去了其他位面世界，但到底去了哪儿，我并不知道。离开了，麻烦了。千古界那么多，光是位面世界就数不胜数，谁知道这苏命去了哪个位面呢？我想要找他复仇的话，恐怕还要得花费点时间跟精力。刚刚你们提到那个圣祖宴会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圣祖宴会是圣祖亲自召开的，就在3天后。这圣祖宴会其实就是一场普通的宴会而已，只因圣祖2000岁大寿这才举办的。到时神州的众多强者，包括少数几位来自神州之外的顶尖存在，据说都会参加。哦，若真是如此，那宴会会将神州所有顶尖强者都吸引过去的，那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呀，也不至于让我一个个的去寻找他们的踪迹了。我要去参加那圣祖宴会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大人若是要去的话，我立即去替大人安排。那好，你替我办成这事儿，那你与我之间的恩怨便就此了结了。可要是敢耍手段的话，你必死。你别怀疑，现在的我若真要杀你，整个神州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。不敢，不敢。徒儿，师尊，你去替我准备一件东西，去吧。2000岁大寿，2000岁，活得够久了，也该死了。可惜了，我的肉身已经达到完美，无法再提升了。即便练成了这11层跟第12层，也仅仅只是令我的肉身力量再次提升，但肉身的强横程度却没有再变化。该来的也都来得差不多了。这8人当中，那灵祖并非我的敌人。这7人有5人只是普通的第1层的凌霄境，剩下的2人，圣祖跟东冥王，也仅仅只是勉强达到2层而已。凭我现在的实力，杀他们还是有把握的。徒儿，蓝月王侯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圣祖大人，小女蓝月曾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一件宝物，那件宝物对我并没有什么用处。今日既然是圣祖大人您2000岁大寿，那我便借花献佛，将这宝物献于你。哦，诸位，请看，这是小女亲自为圣祖大人您挑选的紫金棺木，通体由紫金炼制而成，可保肉身1000年不化。圣祖大人您死后，住在这紫金棺木内，必然会非常舒服的。混账！圣祖，我这弟子给你送的寿礼，你莫非不满意吗？你该知足，起码你还有一副棺木呢，而其他几位可没你那么好的待遇。剑无双，是他，那个知晓剑族洞府所在的小家伙。哼，这小子总算出现了。小子，立刻将剑族洞府所在的位置说出来，
本座饶你不死。哼，这些人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惦记着剑走洞府，还惦记那千古令。圣祖、始祖、东明王、千星子，当初在镇剑谷外我说过的话，你们可曾记得吗？今日之仇，我剑无双铭记在心，你们今日的逼迫，我也会一个个记在心里。他日，待我卷土重来，上至九霄碧落，下至地狱黄泉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等着我！回来了又如何？区区不到1年的时间，实力又能提升到哪儿去？我剑无双说的话，从不放矢。今日刚好做了一场宴会，那便头作钟鼓，血作酒，你们一个个都得死。嘿，狂妄！小子，本座要瞧瞧你哪儿来这帮狂妄的资本。千星子，小心点儿，别杀了他。还用你说？这小子竟然还不动，难不成已经被吓傻了？怎么可能？什么？千星子，你是第二个。一剑劈断千星子的道神兵，连带着将千星子给灭杀。要做到这一点，这剑无双的神兵肯定更强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刚刚那一剑的威能，最起码也有媲美凌霄境第3层的战力。第3层次。圣祖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找机会逃。快，一起联手杀了他！蠢货！逃！快逃！这……圣祖、始祖，这2大至高强者竟然不战而逃。这剑无双，很明显只是一个霄云境啊！一个霄云境，竟让这么多凌霄境的巅峰强者疯狂逃窜。师尊，我说过，你们一个也逃不了。不好，逃！你们逃不掉。两个剑无双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圣祖，你逃不掉的。完了！剑无双。师祖，我问你，你的弟子九修现在何处？我若是说出来，难道还能活命不成？师祖，你听着，现在的你，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半点资格。将你弟子下落说出来，或许我会考虑饶你一命，要不然下一剑你就得死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但愿你能守信用。我那弟子几年前便已经离开了神州，甚至离开了这方千古界，但到底去了哪儿我也不知。离开这千古界了？这千古界又岂是想离开就能离开的？若真是如此，你等也不会那般疯狂去争夺千古令了。你在撒谎。没有，我那弟子的确离开了千古界。至于他为何能够离开，是因为他不久前抓到一个女人的关系。抓到的女人？母亲还有这九修都离开千古界，他们去哪儿了？现在我终归是实力太弱了，虽然在这千古界已然站在顶峰了，但在千古界外却根本不算什么。而母亲的下落，看样子也只有等我走出千古界，实力上来以后，再慢慢去查探。混账！剑无双，你不讲信用！哼，信用？跟我的亲人好友或者一些无关紧要之人，我都可以讲信用。可你却是我的仇人，作为仇人，我还要讲信用？
真是可笑。灵佐，这1000年里多亏有你的约束，剑侯府才能一直苟延残喘存在着，不至于彻底消散。你对我剑侯府，对整个剑族一脉都有着莫大恩德。这乾坤界里的宝物是我刚刚斩杀圣祖10族以后得到的，现在我就赠予你，算是对你的感激吧。徒儿，你跟我过来。是。徒儿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离开神州了，甚至离开这方千古界。今后若是再回来，怕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。师尊要走，我既然要离开，那今后势必没法再指点你了。今后的一切都只能看你自己了。这里有一枚乾坤戒，里面有一些剑诀，还有宝物，还有一些剑道强者留下的心得，对你应当是有些用处的。你终归历练尚浅，今后行事务必万分小心。或许用不了多久，我便会回来的。到时候，你我师尊还有再见之日。师尊！哎呀，我这徒儿拜我为师那么久，或许还未真正指点过呢。说起来，我这个师尊还真是不尽职啊。当初围杀剑祖那些人，我现在还只是诛杀了一部分，准备将剩下那些人找到诛杀，然后便去萧帝大人那儿，为了3年以后的天穹盛会做准备了。地景前辈，小子，碰到麻烦了。是有点麻烦啊。当初围杀剑祖的人有很多人，我现在连他们到底是谁都没有完全弄清楚，还要一个个找到他们的所在，再去灭杀，更是需要时间呢。等我把他们一个个全部都灭杀干净了，恐怕那天穹盛会都结束了。所以我想问问前辈你，有没有什么快的方法？这个倒是不难，你在那儿等着，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帮你的。剑无双，你是不认识了吗？也对，我现在毕竟是人类模样，不过你看到这东西，应当就能够认出我了。铃铛，你是地景前辈的坐骑古龙皇？剑无双，这八股洞主当初也参与了围杀你的那位先祖，而当初有哪些人参与围杀了剑祖的，你问他就知道了。放心，他不敢撒谎的。八股洞主，说吧。是。当初围杀剑祖的一共有28人，这28人都来自不同位面世界，实力大多只是第1层次或是第2层次的凌霄境。至于第3层次的凌霄境只有2人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来自天宇位面世界的9界王。至于其他人，分别是神州大陆的圣祖、始祖、罗阳大世界的东冥王、无极大陆的千星子。28人，现在已经被我斩杀7人，还剩下21人。剑无双，剩下的那些人，我可以帮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帮你找到，但你得给我个面子，饶着八股洞主一命，就让他化为铃铛，待在我身边，给我当个奴仆。可以。稍等，我已经传令下去了，不出2天便会有结果。剑无双，已经有结果了。剩下的21人，其中有7位，在这1000年岁月内，或是因为大限到来，或是因为一些恩怨，或是宝物之间的争夺厮杀而陨落了。现在还活着待在这千古界内的，只有14人。14人？剩下的14人分别在不同的位面世界内，详细位置都已经找到，我现在便可以带你过去。如此，那便有劳了。
根据我得到的情报，那兵役就待在这片雪地下方闭关。我逼他出来。是谁胆敢打搅老夫闭关？他便是兵役。兵役，你可曾记得1000年前，你为了争夺千古令，曾与众多凌霄境强者围杀了剑祖？剑祖？是有此事，那又如何？我叫剑无双，乃剑祖后裔，今日来找你，自然是为了复仇，所以你可以去死了。又是一个，还剩3个。古龙，咱们去找下一个。好。围杀剑祖的人，除了八股洞主，已经全部杀死了。接下来只剩最后一个。剑无双，你要找的那苏命，我已经给你找到。不过，你想要杀他，却有些难度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就在不久前，那苏命加入了黑暗神殿，成为了黑暗神殿第9圣尊。你要想杀他，你势必会跟黑暗圣殿对上。黑暗圣殿？剑无双，那黑暗神帝虽然性子孤傲且非常自私，但自身实力却是非常强横的。那黑暗圣殿明明实力不怎么样，可在千古界内却依旧可以横行霸道，就是因为这黑暗神帝的存在。而那苏命既然如今已经在黑暗圣殿的麾下，那这黑暗神帝肯定不会允许你出手杀他的。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办法倒是有。你可以直接将此事告知主人，请主人出面，那黑暗神帝论实力也就跟我相当，在主人面前是没有丝毫挣扎余地的。主人一出面，你自然可以斩杀苏命。请地景前辈？先不急，除非是被逼无奈，要不然还是不要轻易去请地景前辈的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也还有2种办法。第一种便是你出面去见那黑暗神帝，你可以付出一些代价，比如拿出一些令黑暗神帝都眼馋的宝物。以黑暗神帝自私的性格，你若是拿出令他心动的宝物来，他断然不会阻拦你去对付苏命的。令黑暗神帝心动的宝物？那还有一种办法呢？最后一种办法，那便是靠你自己慢慢去提升实力。等今后实力提升上来了，不用太多，只要达到我这一层次，硬要出手杀那苏命的话，这黑暗神帝也未必拦得住你。而以你的天赋达到这一层次，估计也用不了多久。我明白了。剑无双，你打算如何做？先去找这黑暗神帝一趟，我手中倒是正好有一件宝物，看看能否打动他。要是能够打动最好，实在不行，我再传讯，请地景前辈出面吧。那好，我现在便带你过去。九圣尊，你还在想着那剑无双的事？还好吧。其实你根本不用担心，那剑无双虽然斩杀了不少凌霄境强者，可他斩杀的那些人都是一些没多大背景，或者背景很小，且实力也比较一般的凌霄境。这些人没谁庇护，一旦被剑无双找到他们的位置，连逃都逃不掉，便被直接斩杀了。可你却不同。九圣尊，
你是我黑暗圣殿的圣尊，有我夫君庇护，那剑无双就算杀来，又能奈你何？但愿如此。没想到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，这剑无双竟然变得这般强横，比那老家伙巅峰时期怕都要强上一些了。我这位师弟，天赋倒真是不错呀。师弟呀，师弟，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吧。要不然，虽然很不想提前动用那招底牌，可若是你逼得太紧，无奈之下，做师兄的也只能那样做了。黑暗，古龙，这位应当便是近段时间方才崛起的剑君主吧？剑无双见过黑暗神帝。黑暗，你既然认识剑无双，那想来应当明白我二人此行的目的吧？你们的目的，本座当然知道。你们想要杀我黑暗圣殿麾下的9圣尊？是，黑暗神殿那苏命与我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怨，希望黑暗神帝你能够行个方便。行个方便？哼，剑无双，你将我黑暗圣殿当什么了？我不管你之前与你苏命有什么恩怨，但现在那苏命已是我黑暗神殿的圣尊，那自然受我黑暗圣殿庇护。你们想杀他，就是与我黑暗圣殿为敌。黑暗神帝，我手中有一副罗盘，这罗盘关乎了一枚千古令，若是你能行个方便，这罗盘我自然双手奉上。凭着罗盘，黑暗神帝你完全可以轻易得到一枚千古令。关乎这千古令的罗盘，这罗盘本座知道是东宗主那个老不死留下来的。那老家伙生前的确得到了一枚千古令，凭着罗盘也的确可以找到他留下的千古令。不过剑无双，你以为本座会真在乎这罗盘？可笑！别说是这罗盘，就算是一枚千古令摆放在本座面前，本座都不会心动。毕竟那千古令可是有着足足5枚的。听说你是剑祖后裔，那剑祖当初拼死拼活得到的千古令，应当已经落入了手里。再加上这东宗主留下的令符也才仅仅2枚，可还有3枚千古令在这千古界内，而且本座老早便得到了1枚。这黑暗神帝竟然早就有一枚千古令。剑无双，光凭区区一个关乎这千古令的罗盘就想令本座心动，真是可笑。别说本座本就有1枚千古令了，就算没有，本座也不至于为了1枚千古令，就让你将我黑暗圣殿的1名圣尊给杀了。麻烦了，难道真要我厚着脸皮去请地景前辈了？先别急，我去跟着黑暗神帝说说。黑暗，古龙，你莫非打算替这剑无双出头不成？我没打算替他出手，我只是想跟你说些事情。古龙华，你跟着黑暗神帝都说了什么呀？我只是跟他说了，你现在的年纪不曾过30岁，光这一点就足够了。就这么简单？放心吧，这黑暗神帝不蠢，相反，他还聪明得很。你修炼至今不过30岁，便能够达到这等地步。若是再给你几年时间，你的实力完全有可能超越他，甚至可以杀死他。以这黑暗神帝的自私，他绝不可能会为了麾下1名圣尊，真去得罪一位像你这般了得的天才。
我已经跟他谈妥，他会让你有机会出手去杀那苏命，但同样的，你也得让他找个台阶下。毕竟啊，他是黑暗圣殿的殿主，不可能一点事情都不做，就由着你去杀他下边的圣尊。是这样啊。剑无双，既然古龙皇亲自出面，那本座便给你一个机会。本座擅长枪道，待会儿本座会全力出手，只要你能够接下本座3枪，本座便不再过问你与第9圣尊的事。可如果你扛不住，死在本座的枪下，那也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接下3枪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请黑暗神帝你出手吧。好，你看好了，这便是我的第1枪。我倒是小瞧你了，单单这第1枪，别说灭杀你，就算是压制你都做不到。相反，倒是我处于下风。单凭这一点，你便足以在这千古界屹立于顶峰。再借我第2枪吧，这一枪，我不会再有丝毫留手。好快，好强的一枪！能够接下我第2枪且完好无损，在这方千古界内，你的实力足以排进前10。接下来，你再接我第3枪。店主的第3枪应当是那一招吧？肯定是那一招，店主的最强之招，也是店主所创的秘技。秘技呀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自己创出秘技来。空间裂痕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黑暗神帝故意为之的。明面上，他的一枪威能强横，实际上仅仅只是做做样子而已，目的只是想找个台阶下，证明他已经尽力了。我自创的秘技，竟是都没能杀死你。你的肉身倒当真强横，整个千古界，恐怕就算是古龙皇的肉身，都未必比得上你。我黑暗说话算话，既然你已接下我3枪，那你与那9圣尊之间的恩怨，本座不会再理会。夫君，店主，多谢。苏命，出来受死！黑暗神帝最强的绝招，可是他自创的神技。整个千古界内，有能耐自创出秘技的，也就他一人。剑无双的肉身再强，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挡住。哼，那黑暗神帝自私自利，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。估计是看到这剑无双天赋奇高，或是因为那股龙皇的关系，根本没有怎么想庇护，所以刚刚他才手下留情的吧。至于那空间裂隙，装装样子而已，毕竟是他自己创出的秘技，玄奥无比，别人根本看不出。苏命，出来受死！剑无双，我的好师弟，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是恨我入骨，时刻都想杀死我。你知道就好，今日我必杀你。必杀我？可笑！剑无双啊，剑无双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你以为没有黑暗神帝的庇护，你就可以杀死我了吗？你太小看我了。原本我还想在这千古界内多待上一段时间，
等以后再动用这玉简的，可现在却只能提前动用了，还真是有些不甘心呢。万古界，这是连接万古界的通道。啊！剑无双，就凭你还想杀我？好恐怖啊！这个人，万古界来人，跟主人一样，都是来自万古界的强者，但不知跟主人比起，谁强谁弱。万古界的强者，你便是苏命师弟。苏命，师弟。我是苏命，不知师兄你是？我名血阳，是方玉雷宗的接引使。不久前，雷心宗主吩咐过，说他曾游历众多千古界，在这些千古界内留下了一些机缘，其中一份机缘被一个叫苏命的小家伙得到。